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个交易策略。原作者说，这个方法在2天半的时间内获取了102%的收益，听起来很不错啊，但是口说无凭。关于拉盖尔这个交易策略，我们最开始是做了策略的绩效评测，然后又带着大家一行一行代码的把这个交易策略完整的写出来了。对于 EA 源码感兴趣的，可以去全面翻一翻。那么策略的所有信息，包括具体的代码实现也都讲完了。今天还要讲什么呢？是因为频道的一位观众啊，他对于拉盖尔这个指标不是 EA。是这个 indicator， 就是这个粉红色线的这个指标。他对于这个指标的算法实现比较好奇，他自己呢尝试着去编写，也一直失败，就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指标的实现源码？好，可以啊，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就是顺毛驴，你好好问我，我就好好答。下面我想吐槽几句啊，忍不了啊。对这些废话不感兴趣的，只想看一下拉盖尔指标源码的，可以往屏幕上的这个时间点去跳啊。从那开始就是直接的这个源码讲解了。对了，这个源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直接发在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了。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你们就自己手敲一下。我这个频道的用户画像大部分都是25岁到45岁之间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30岁左右了。按理说30来年了，说话即便是不讨人喜欢，情商不高，但是最起码说话别膈应人。这几天我拉黑了几个人，没兑现就是直接的删除拉黑，主要感觉不值得。有这么一个人，我看他也是发了一些视频啊，我以为他是加我是想做一下这个技术上的友好探讨，谁知道加上我之后上来就是让我看一下这个，让我给他还要干下那个的，态度极差。那时候我还忙着呢，我不想理他。一会儿呢，他又给我发了2个源码文件，让我帮他修改，我还是不想理他。结果呢，就直接就给我打这个微信电话，我也是服了，我直接就是删除拉黑了。拉黑之后他又加我，就开始骂我说我骗走了他2个 EA，我真的是无语到家了。频道的不少观众啊，都是有的花几千，有的花几百，买的那些源码，买的那些策略啊，我都没有时间看，都得往后排，更别说很多都是自带那个实盘的 EA 来跟我置换的，光这些我都搞不过来，我还费尽心机就为了你那2个 EA，我是有什么大病了吗？还有几个就是单纯的情商低啊，说话膈应人。咱就假设说你是有求于人，不说你能给对方提供多少利益吧，但是有点这个情绪价值也不错，毕竟大家谁也不欠谁的，你客客气气啊，大大方方的。那别人不忙的时候啊，也有愿意和你交流的这个意愿。你老整的那一出就是谁都欠你的一样，那谁愿意跟你交流呢？如果你面对你的同事、领导、家人也是这种说话方式的话，那么可想而知，你的生活一定是家庭美满，充满了欢声笑语。好，不说了，不值得。我们讲一下这个指标的具体实现原理。我这里还是带着大家一起创建一个吧。首先就是我们创建一个 MQL5 的指标文件，我们在这个indicators 这个目录下，然后你随便建一个文件夹也好，你直接在根目录下建也可以啊，直接新建文件，取名叫做随便啊，我这就叫做拉盖尔 RSI 了，后缀 MQ5 回车。这个指标的代码不多啊，我直接就以这个复制粘贴的形式啊，我就不再一个一个的手敲了。这些呢都是指标的一些属性的设置。第一行这个 strict 它代表的是你这个你声明就是告诉这个编译器要以非常严格的这个代码规则去执行。它可以帮助我们捕捉一些潜在的错误和不安全的一些这个操作，最好把它写上。然后这个属性代表的是把指标设置为一个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里就是设置指标的缓冲区数量，我们这里就是5。然后这里的话是设置你要绘制的这个图表数量有几个，这里我们就是1个。然后这里代表的就是你绘制的这个图表这些对象它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然后这里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是一条线，然后是一个大概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线，是一条实线。对，这就是一些指标的属性。然后这2行呢，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指标的一些输入参数。拉盖尔呢，它是有，你可以使用这个阿尔法来计算，也可以使用这个伽马值来计算。伽马的话就是减去我们这里的阿尔法，就得到的是这个伽马的值，所以这个都随意啊，这里就使用这个阿尔法。这里呢，它就是看你计算要作用在什么样的价格。这里我们是使用这个 close 价，这个就是具体的伽马值。然后拉盖尔 RSI 的值是多少？然后这里是他们需要做那个平滑计算的放的那个宿主。下面就是我们的 onInit 方法，这是我们全部 onInit 的代码。然后我们逐行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个地方 set index buffer。这里是将我们这个指标的缓冲区与我们指标的这些宿主做一个关联，就是用于存储，包括使用这个指标去计算一些结果。这一行呢的意思就是说，
把指标的第0个图表的这个标签设置为拉盖尔 RSI，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内容，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说明性的文字嘛，就是个拉盖尔 RSI， 它就是通过这个 plot index set string 来设置。哦，对了，我们这里讲的都是这个 MQ25啊，所以这个指标它也是用在 MT5 上的。如果你是 MT4 想用的话，你可能需要自己去做一下更改。比如说 MT4 的这里的这个 set index， 它就是使用的 set index label 了，就不是这里的 buffer。这个我这里只讲 MQ25，MT4 的话，你们自己去做一下相关的资料。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做一下时序的转换，就是将这个数组以相反的这个顺序去做排序。这一块呢，别看它的代码多，其实它就实现了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字符串、这个说明性的文字给它显示出来，就这个作用。enum to string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枚举类型转换成为这个字符串，然后这个字符串它不是一个这种形式的嘛，然后我们从它下标为6的开始给它截取，也就是截取了这个 close。截取到这个 close 之后，我们再使用这个 string to lower 就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小写。之前不是大写嘛，然后我们指标显示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显示成为一个小写的文字。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做一下这个字符串的格式化的一个拼接，最后使用这个 indicator set string set 这个 short name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了。好，这就是我们 onInit 的方法。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onDelete 方法。onDelete 方法里面没有什么内容，不是今天的重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重点，主要是这个 onCalculator 这个方法另外还添加了一个 getSRC 这个方法，就这2个。这个函数它代表的意思其实跟我们的这个 onTicket 方法比较类似啊，它就是在每次有新的价格数据出现的时候就会被调用一次。然后它这些传参的话，我大概解释一下。首先这是这个 ret total， 它代表的就是目前总的这个价格的霸数，也就是 K 线数量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计算过的这些霸的数量有多少。然后是time open high low close 这些，它就是代表的字面意思，时间开高低收的价格，包括这个 ticket value 和这个 volume， 它就代表这个成交量的意思。然后这里的 spread 代表的是每个这个价格它对应的点差值是多少。那么在具体的去计算这个拉盖尔指标的值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它和原始的 RSI 的计算公式有什么区别。原始的公式原始的这个 RSI 它是基于价格的相对强弱指数的。它这个公式里面的这个 RS 就是相对强度的计算分为2个步骤。首先就是计算一段时间内这个收盘价的上涨的总幅度和下跌的这个总幅度，然后利用上涨的这个平均幅度除以下跌的这个平均幅度，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相对强度，也就是 RS 这个值。而拉盖尔它是使用这个拉盖尔 filter 拉盖尔滤波器对于这个原始的 RSI 的值进行这个平滑处理得到的。它在得到4个平滑后的数据序列，也就是我们上面写的这些 L0、L1、L2、L3之后，然后再根据平滑后的这些数据计算出上涨部分的这个它叫做 CU 和下跌部分的 CD， 然后利用这些值就可以计算出这个拉盖尔的 RSI。总的来说，就是原始的这个 RSI 它是基于价格的上涨和下跌的幅度计算的，而拉盖尔 RSI 是基于拉盖尔滤波器来对于这个 RSI 进行平滑处理之后得到的这个指标，所以它会具备更好的平滑性和这个灵敏度。那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一行代码，它代表的就是说去计算一下还没有被计算过的这个霸的总数量是多少。如果先前有被计算过的话，那么这个 limit 就进行一个加1的操作。如果 limit 小于等于0的话，就返回这个 ret total 因为它代表的是没有需要被最新计算的一个霸。然后我们对于 limit 进行一个循环递减的循环。然后这个函数我们简单看一下其实它就是根据你传入的这个作用的时间类型不一样，然后获取不一样的价格。如果你传入，比如说我们传入的是 price close， 那么我们针对于这个指标值的计算就是使用的这个 close 价。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函数。然后这一块它是做这个平滑处理的，它是先是检查这个索引 i 是否小于这个 total 减1，如果是的话就进行这下面的这个平滑计算。这些都是非常固定的一些内容它就这么规定的，所以就这么用。计算平滑处理之后的值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次计算这个上涨的 CU 和这个下跌的这个 CD。得到上涨和下跌的 CU/CD 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RSI 的这个计算公式计算出拉盖尔 RSI 的值。
然后并且把它存储在这个buffer RSI 上，因为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显示出去的。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 retSturtle 直接返回出去就可以了。总的来说，就这些内容，其实代码量很少啊，主要就是有些指标吧，它就是计算公式比较复杂，比较绕，但是它的代码量其实没有多少。我会把最主要的这一块如果可以的话，我放在这个评论区啊，你们自己注意看一下。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算了，你们自己敲一下。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